各位网友好啊，请大家关注这句话啊，注意这句话。这是王叔今天看到的这句话啊，很有感触，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体会啊。当你年龄轻轻的时候，不要以为自己到了人生的低谷，其实你还有很大的下降空间。为什么想到这句话呢？说白了，王叔也是过来人，跟大家分享一下啊。你不注意这句话，你就容易吃大亏、上大当啊！你像这个疫情之后，我有一个朋友在上海做生意的，是吧？做我一样的培训生意，把上海的房子卖了几百万，然后投入这个生意。几年过去了，有没有起色？依旧没有起色，依旧还是负债，对吧？王叔原来是做银行培训的，我们在银行的群里面给大家看一看啊，看一看这个他们群里讨论什么东西呢？就是现在目前的中高层啊，降薪50%，啊，高层是降50%，那么中低层呢，那么就降30%到40%。那么过去的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是城商行啊，这个就是中国的银行分有国有银行嘛，还有城市商业银行是吧？还有这个乡镇银行。那么在这个城乡之间的银行呢，他们曾经搞过高薪1360万年薪，现在倒查20年。现在上级领导认可的最多就360万，那你那1000万你要退出来。所以很多高管没办法，现在干嘛呢？就现在去卖房子、卖股票，筹这个钱去还。这不光是发生在银行，我还有在这个中国这个包括社科院的一些朋友，他们也在这个，倒查多少年，然后就退钱啊，把过去发多了的工资、发多的津贴要退回来，啊，在银行这一个高端的这个金融职业啊，都出现这种情况。我们再看看这个最近的数据，这个各个平台打车数据，花小猪啊。就9月份的数据比上个月下降了17.6%，啊，这个滴滴打车也下降了将近10%吧，高德打车下降了9.8%，一个月就降幅这么多，订单的下降啊，大家看出问题吗？每一个订单的数据的背后，意味着多少这个网约车司机要失业，干不下去，为什么？太卷了，大家都来抢这个生意，是吧？觉得好挣钱，那不好挣钱，对吧？最近还有一个朋友网友在发了一个内容啊，他去做按摩，发现按摩小姐居然是本科学数学的，他不相信，说也就是吹牛，是吧？因为他是学数学的。后来这个一验证啊，发现这位本科女生啊，那个线性代数啊，比他还学的还好，于是承认了。现在的大学本科学数学的啊，这么高端的，王叔都不敢学数学，王叔原来学计算机了，现在沦为这个按摩妹啊。我们再看看高档消费，白酒行业，看看这个图表啊，白酒行业在16年的时候，就是大概在9年前、10年前吧。它的最高产量达到了1300万吨一年，现在跌到什么程度？跌到了不到500万吨一年。高档消费没有了，为什么呢？这个是吧？消费降级，你从高到低都得降级。所以你不要看啊，只是个什么打车平台降级，大家联想了各行各业，那叫什么？要举一反三。国家有这个禁止公务员吃喝这样这个限制令，对吧？那你白酒行业起不来了，老百姓能喝高端白酒吗？只能喝一些小低端白酒。现在我们很多同学朋友聚会就喝花雕了，先喝点小黄酒，喝点啤酒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说你要是从事白酒行业，现在亏得惨兮兮的，不管你是连锁店还是做白酒的，对吧？所以大家要认清形势，才能应付当下，否则你就会吃大亏、上大当啊！我跟大家分享什么原因啊？就是这个整个中国经济都知道有3驾马车：投资、外贸和消费。这3驾马车现在几乎同时都熄火了。我们先看投资，投资为什么熄火？就是过去中国一直靠投资拉动，是吧？你像这个在国外，有时候消费拉动就直接发钱。
是吧？你像疫情期间，这个美国发钱，加拿大发钱，欧洲也发钱啊。中国政府呢，它是通过投资啊，通过投资基建呐、铁公鸡啊、铁路啊、公路啊、基础建设来拉动，可不可以？可以。当你这个基础设施落后的时候，你靠它拉动是可以的。但是你看嘛，中国这么多高铁，是吧？高铁除了这个京沪线是吧，广深线能挣钱，其他都是亏损的。就是投资是要有回报的，你没有回报，这个投资。这会你要付出的，你要付出利息的，是吧？投资的利息谁付啊？你靠营运赚不到钱，对不对？所以投资打了水漂之后，那么现在中国的投资也大幅的在缩减。他不说也不行，否则说财政支出不了。现在中国的这个武汉的各个地市的财政啊，就是收支就是完全到什么程度呢？到了将近50%了，就45左右。就是说收进来100块钱，花出去的呢？可能有200块钱，那你就是收支不平衡了。我们说一般老百姓，你家庭你要量入为出啊，你不量入为出，你这个收支不平衡怎么办呢？所以中国的投资毫无疑问也是在急剧的下滑，对吧？所以投资这块，这家马车啊，不能说完全熄火，那基本上熄火。那你靠民间投资更不可能了，老百姓这是吧？靠这个国家投资拉动，可能还起点作用。另外，我们看看这个外贸这一块，外贸这块原来过去这个改革开放的几十年啊，中国的产品走向世界，现在可好了，中美贸易战是吧？打的脱钩断链，跟欧洲也开始脱钩断链。那么外贸这一块呢，从最近一个数据我看了一下，就是出口到非洲、欧洲的这个贸易上来了。但是大家一想，是什么问题呢？就从跟美国是个贸易大国，你跟美国的这个贸易下跌，那凭什么非洲美国人没钱，非洲有钱吗？美国人没钱了，欧洲有钱吗？说白了，他通过转口，通过欧洲，通过非洲转口，还是卖到美国。所以美国现在也正在查嘛，对不对？这个是。包括拉丁美洲是吧？这个也你不是长久之计，是吧？转口贸易，越南给你堵住，墨西哥给你堵住，在欧洲给你堵，后面是越堵越狠。所以大家要看什么问题呢？就苹果公司原来的这个在中国是产业链嘛，是吧？供应链嘛，大部分在中国生产，现在大部分搬到印度去了，还一部分要回到美国。那么这个你就看一个苹果公司啊，这样一个做手机公司，原来在中国生产，现在开始搬到印度，搬到美国。那么其他的呢，毫无疑问也在搬，外资也在撤离。好不容易这个引进外资那么多年，改革开放引进的外资现在都撤走了，什么原因我就不说了哈，对吧？但是你看这是事实，一个苹果走了，那还有其他的富士通啊，是吧？还有各种我就不说了，什么是吧？所以说。外贸这一块也会萎缩，也就是说，过去这一年啊，是过去10几年最好的一年，未来是会更差。那么，在一个大环境变差的情况下面，个人你难以幸存，是吧？时代的沙子落下来，落到每个人头上，每个人都是一座大山，那个小沙子可以把你砸死，对吧？所以说。外资在撤离，就是外贸这一块也在下降。那么消费这一块，第三驾马车消费为什么不行呢？消费中国一直都不行，因为中国的消费呢，只有消费能力都是那个体制内的啊，8000万公务员啊，最多加上一些企业的这个高管、上市公司、民企的，那也不会到1亿人。那14亿人，我们就说10几亿人，你90%都是什么月收入不到3000块钱的，哪有什么消费能力？为什么美国能够消费呢一枝独秀全世界呢？它因为美国有3亿多人，它都是中产阶层，收入比较高，所以它消费能力强。这个说一下为什么美元这美国人他那个消费独强的，美元这个全球这个霸权是有的，为什么呢？美元资产大家都是吧拿得放心，为什么放心呢？因为美国在制度上面，在西方文明方面，在法治这块，它的基础功做得很好。为什么美国 AI 能够不断的是吧，还能够起来呢？带领的这个 AI 这个哪怕是泡沫，能够推动美国股市上涨呢？就是它有这个基础，它的制度领先，它是西方文明的一个灯塔。
所以美元这个全球霸权呢，不是说你想建立就建立的，对不对？对吧？它有这种基础，那你其他国家你没这个基础，所以加上你的人口不多，是吧？美国人口也多，3亿多人，所以它是最大的消费市场，其他国家比不了，欧洲也比不了，加拿大也比不了。那么中国呢？我看呢，政府也在刺激消费，比方说你这个10万块钱，国家给他发1000块钱的津贴，是吧？补助是吧？买家电呐、买汽车啊，哎，想带动这种消费。有些人占了便宜，希望那政府给我的贴息啊，1000块钱我去买点什么家用电器更新，当然可以了，对吧？这个有一定效果，但是这个不是主流。老百姓手上没有钱，他不可能消费。你刺激没钱怎么刺激？有钱大家自动会消费，对吧？像玩叔一样，我有钱可以全世界旅游，没钱我就节衣缩食，对不对？我今年股票挣的钱，理财投资赚的钱，那我就在世界上多玩一玩。没赚钱我就不动了啊！我有个基本生活啊，基本财务自由还是有的，保证我的基本生活。人就这样吗？还需要你刺激吗？对吧？有钱我自然会花，对吧？所以目前中国这样的情况，这个消费也上不来。外贸也上不来，投资也上不来，三驾马车都在处于这个熄火与半熄火状态，那么中国经济好不了。那么时代的一个大潮下面，个人有什么能力呢？所以我这里跟大家建议啊，就是如果说这个年轻人啊，这个你哪怕你30-40岁啊，你要不要轻易辞职？辞职就找不到工作。不要轻易创业，创业一定亏损。你好不容易有个5万块钱、10万块钱，你一创业，你还到这5万块钱没挣到钱，你还亏进去了，搞不好倒插银行的钱，你把你变成一个100万富翁，是吧？10万富翁都有可能。所以现在目前的日子很艰难。你像王叔也是老江湖了，在中国市场啊，是吧？全世界走啊，是吧？王叔原来也开过很多公司啊，是吧？但现在王叔现在只有做油管视频了，别的赚不到钱，对不对？是吧？所以呢很难做，对吧？所以我跟大家建议就是一定要把这句话认清楚啊！当你年纪轻轻的时候，你认为你到了人生的低谷，在现在的情况下面不是低谷，你还有很大的下降空间，每个人都有。实际上，我刚才说的就是人生到我这个年龄呢，肯定是毫无疑问下降的嘛，体力在下降，智力在下降，这个钱财在慢慢的耗损。如果投资理财不行的话，如果赚不到钱的话，我的钱也在下降，这个年龄肯定是下降的，毫无疑问啊，这不用说了。还有很大玩书还有很大的下降空间，如果油管做不好的话。但是我说的是40岁左右的人，到了这个年龄，他也会下降，他自然而然也会下降。你看嘛，如果说40岁，如果你到一个企业做到中层干部就会提拔你了，那你做不到的话就会下降。如果经济再一下降，你再搞个失业，是吧？投资失误，是吧？所以中产返贫的3件套吧，不就是什么孩子教育返贫，是吧？买房子返贫，是吧？再加上创业，是吧？这返贫3件套，搞不好你就返贫，你就还有很大的下降空间。这是王叔给大家的这个一个建议啊，我们就探讨这个问题吧。王叔现在也想挣点钱啊，这个退休了也想多挣点钱，但是很难挣啊。所以呢，我在这里也请教各位网友啊，有很多好招啊，也跟王叔分享，有什么好的吧，避免这个人生的下降啊，人生能够起来，是不是啊？比方说什么是吧，搞个器官换一换吧，心脏搞好一点，有没有可能性啊？大家可以探讨好不好啊？讲的不对的地方，请大家批评指正。好。谢谢大家。